你可以分开练，可以分开练。你可以先练胯，因为撑裆的话，它其实你不需要抽腿，它一样可以打。对啊，你先练这我讲的这2个点，你能够往侧往旁边移，往旁边移，然后再练胯能够卷。他们的第一动是什么？他们的第一动，他们的准备动作，抓着绳子，另外一只脚踩到第一个阶梯嘛。你们看他的这个脚是怎么起来的，就跟你刚才问那个问题一样，大部分起来是用这个脚蹬。你去看印尼那个，他的脚起来，他不是，他也不是用这个脚蹬，他是一提就走了，他是一提，那个第一个力量一直到上面都没断，这个东西，晓得吗？其他的用身体是，这是一个力量，这是一个力量，这是一个力量，它是用不同的力量，只是速度快，得看谁的这种不同的力量运用的速度快。可是那种上去的，它不是这个。我说还有一个问题，像以八卦线来说，我刺过去，这样可能很难挡或不好挡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会什么？他会用他不会用拨的了，因为拨的他可以拨了就马上刺了或怎么样，他会用全部的横挡。这是我用，他用全部横挡，他没办法转下一个动作，我就再来一次。然后这是可以算八卦概念，还是我用的是很低层次的东西？谁用横挡？对方一定要横挡，因为有时候太快了，或是他用拨的挡不住我，可是他又不一定啦。对，可是如果到这种你现在有一个观念没弄懂，应用无定法。对哦，有道理啊。应用跟训练是两码事。对。训练有定法，练习有定法，运用没有定法。对，运用没有定法。所以你必须练到你可以没有定法。好吧，这你现在在把那个练习的招式去想到应用，对，这不对的。对，我听懂。这不对的。我听懂。听不懂？懂。所以我延伸一个问题，可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，要借由训练来增加我的脑神经的这个活络法，可是相对的，好像也会还没有叫助期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你训练的越是变成你的身体反应的时候你越跳不开那个框架，就卡住了。对啊。所以八卦训练它不走这样的路。八卦拳的各种训练，我的这种训练，这种训练，所有的训练都是给你开发你的肢体，可以从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用。所以招式只是给你什么？招式是开发你的身体的可能性。所以有很多你们的练习必须要达到它的要求。比方讲，我讲这个手起来要往后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往前，所以你这个手你的肩膀，所以肩膀一定要开。你的身体往前，这个肩膀，你看这个肩膀在这里就开始翻了，然后翻到后面去。你的肩膀没开，你练这个招式，你永远是这个，可是你永远是这样练的时候，你就练不出这个的可能性，晓得吗？所以训练是在限制下训练的，训练永远是在限制下才能达到训练的要领。所以为什么要求要严？因为在那个限制之下，你才能够去开发某部分。你在不受限制的时候，你用的习惯，应用时候就没有限制。跟我们那个白色寻常位可以打高的，对不对？你才可以没有限制。都懂。这样不懂？所以你惯性的动作，可以应付什么？应付惯性的情况。对。可是你应付不了意外的情况。对，是这样没错。可是八卦就是讲多变嘛。因为你要应对的东西是多变的嘛。是我讲那个突变的那一下，脑袋就空白了。像你刚变的那一下，我其实当下是空白的。对啊，看不懂？就是你能够所有的变化都在你的身体的运动可能范围内。
懂不懂？这是八卦拳训练的基本的观点。有些不是哦，有些拳它当初就是训练杀手的，或者训练打手的，他就给你一些固定的东西，你就把这个东西练强就好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工具，你是兵，你是工具，我只要你做到这个。啊，晓得吗？这个要搞清楚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以前训练看门的，以前一个门派里面有看门的，或者人家来挑战，就是他去打。这种弟子有传承的，传承的不一定打得过那个看门的，因为传承学的东西它是道理，他学得宽，每一个可能性他都要知道。那种护卫的他不用。传承的徒弟，所谓的徒弟是什么？徒弟他练的东西是你的弱点，我越要你练。看门的不是，打手是什么？发挥你的强项，就跟现在的教育一样，你是要从小就走发挥你的强项，还是你越不行的，你越要去学？这个发展出来是两种人。一种是什么？一种是被用的人，一种是领导人。你们以后教小孩子或者自己在学东西要注意这个工具人，他要训练一个社会，要训练一个工具人，就是从小你是什么强，你就去走那个，你就变成这个的强项。他真正要培养精英，他不是的。精英是你越不行的，你越要去把它练，不能练到很强，可是你要懂，你要具备这个的能力，你才能你才能管各种不一样的情况，不一样的人。所以精英领导人的训练跟打手的训练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在小朋友几岁的时候就大概判断他适合左或右，你就看得出来。比方讲，你去学各种东西，你看他学什么东西得心应手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动作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协调性？那一说看你做动作啊，这个孩子协调性不好，不要走体育，不要走运动，你走那个，因为他们的观念是用比赛来看的，因为你这个起步就会比那个天生协调性好的人差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不要走这个路。教育不是这样看的，训练培养领导人，他不是这样看的。领导人是要宽广，是要均衡，是吧？所以军队里面一个总司令，一个领导人，他的战绩不一定比那个班长强啊，是不是？可是他考虑的，他了解，对一个战争来讲，他了解的多。那以前武术基本上在周朝那段时间都是培养什么？都是培养领导人的，都是培养领导人的。以前贵族才能够当兵，欧洲也是一样。武力这个东西一定是掌握在贵族手里面的。后来才贵族这个体制啊，中国的贵族体制很早，周朝以后啊，就散掉了，就走到民间去了，慢慢流到变成上海滩那样子帮派性的东西了。现在武术界讲的很多东西是属于什么？江湖打斗，那是武术，中国武术里面最下等的东西啊。我们现在用那个来讲中国武术是错的，是不是？那你现在家里要弄个浴室，你说没关系，我只要能够上厕所就好了。现在有人这样搞浴室吗？现在很多浴室啊，比客厅还漂亮，
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所以中国武术是从那么高贵族的领导人训练的东西流变下来。所以我们是习武，我们习武要习什么？当然不是去练打手嘛。我们习武是要成为领导人的那种的素质，我们才要习武啊。听不懂？啊，要成为打手的话，你不要练中国武术，太慢了。听不懂？啊，人家阿里打拳击的，打到后来，他也不纯粹是一个打手了。你看他到后来，他关心的是什么？他们那个黑人跟回教民族整个他的同胞民族的那个福祉，他们的权益，是不是？他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他变成一个领导人了。泰森呢？没有。所以高低立判。所以本来今天要练三手的那个移动的东西啊，没关系，因为那个移动的东西跟今天讲的是有关的，跟今天讲的这个是有关的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我看影片三手的关键基本功也是在这个哪个？三手的很核心的那些。对呀。所以我说暖身动作啊，暖身动作其实就是武术的基本功。它是属于武术的基本功，它不是只是让你随便动。所以今天提到的这个，包括武术要传承，它就必须要生活化。你练的东西，我们教的东西，必须要生活化。这个，然后中国武术的基本的力量是从哪来的？你把这个今天的练习啊，你把这两个想明白了以后。那个就对将来的影响就很大了。他不是要挤吗？我发现我常常那个肩膀会起来。要怎么样才？那你就肩肘往下沉啊。所以我说手起来，小臂手起来，不是手起来，是肩肘往下，手起来。可是他这个动作要你的手肘啊，你的手肘朝这边落啊，你的手肘朝内合啊。你的手肘，你看有没有？对呀。提的是不是沉的是走啊，沉的是走啊。肩跟肘。对啊，你看这样子起来啊，这样子起来啊。这边就有这种。对呀。提身体的力量。这个谁叫你提身体啊？提身体跟他没关系啊，提身体是在当啊。这个不是啊，因为你练这个黑熊探爪，它是在背啊。他要导引的是背啊。你看你变成侧面了。它不是侧面，它不是侧面，它这样子是不是？它是从这边这样起来的。你不能变成这样子起来，你不能变成这样起来，就导引的部位就错了。听不懂？你到白蛇缠身才是这个。这边也不能起来啊。对呀，对呀。好。
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我问一下，哎呀，好，骑马步的时候，要同时有抽腿跟开胯两个地方。你可以分开练，可以分开练。你可以先练胯，因为撑裆的话，它其实你不需要抽腿，它一样可以打。对啊，你先练这我讲的这两个点，你能够往侧往旁边移，往旁边移，然后再练胯能够卷，胯能够卷是说这样子卷点，髋关节能够卷，这边能够开，髋关节能够卷。因为试过说你把抽腿跟开胯两个力量合起来，它就变成是一个螺旋上来的力量，会变成这样。对啊，那你真正在做的时候，其实就同时在做这个嘛。只有这种螺旋进去的力量，你才会说你的胯有一个这种往内旋转的力量。对。但是这样子的时候，就是裆感觉就没有那么开。那你因为它会有一个限制力，因为你这个抽腿力量，它其实往内夹进去。它是两个动作，晓得吗？所以我说我讲的这个胯，它其实只是在大腿跟那个骨盆交接的那个地方，大概能感觉到胯的位置。对，所以等于是你这个开嘛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拉开然后旋嘛，拉开旋嘛。那你同时做呢？你同时做就是这个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有抽腿的力量上来？当然有啊。然后合体的时候就是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抽腿也是一个力量，不一定是动作。听不懂？哎，我可以关节都开着，我还是抽腿。啊。因为抽腿有时候上次在练完这种刻意去抽的时候，有一次走到那公车站前面，脚踩到那个塑胶汤匙，我以为我踩一口大便，脚会弹起来，对，就回抽一下这样，对，然后才去看那个到底这样踩到大便，这样就对了，所以要练那种感觉，对，